到的是当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到了俄乌的局势，因为俄乌还在持续打仗当中，但现在俄罗斯呢要参加奥运有一些的困难，那么是不是干脆自己办起来了呢？普京宣布了，这克山2024金砖国家运动会开幕了。金砖国家运动会将于6月12到24，硬是比这奥运提前了1个月，要在克山来举行。结果呢，预计现在有97个国家，大约有5000名的运动员来参加。俄罗斯国家社的马副主席就讲到了，他说，由于呢在巴黎奥运呢开始前1个月举行，国际奥委会会害怕金砖国家运动会，也会担心失去他的赞助商，而且把它视为竞争对手。美联社就说了，俄罗斯既然被排除在国际体育之外，但是却接待了像是金砖国家运动会的运动员。那么现在当然了，俄罗斯的动作越来越多了，包括了像是什么，莫斯科的交易所停止使用美元跟欧元来做交易。那么他们现在呢？他们发布了公告称呢，因为受到制裁的影响，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交易所不再使用美元跟欧元进行外汇和贵金属交易。此外，在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标准化衍生的金融工具市场当中，也不再以美元或欧元进行结算的金融工具。那么，金砖国家的崛起现在要挑战美元的霸权。金砖国家呢，集团寻求建立一个独立于外币跟外国系统的结算支付系统，那么以摆脱主导的美元，目标是要使成员国之间80%的贸易都用当地的货币来举行。商业内幕就说了，很多国家出现了抛售美元的趋势，金砖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控制2/3以上的全球贸易。而且你现在仔细看哦，包括了哈萨克、阿富汗、印尼、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白俄罗斯，他们都是寻求加入金砖国家的主要国家，就连塞尔维亚也申请加入。土耳其跟塞尔维亚将成为西方国家心目中的一把匕首。那么，古巴的外交部说，金砖国家小组的工作开启了世界范围的新机会。古巴外长说，你看，古巴非常认真在金砖国家的框架之下进行工作，并且努力的利用所有机会跟金砖国家来进行合作。他说，中俄一直是援助古巴的重要盟友，中国正在跟古巴新建92个太阳能发电厂，这是中国"一带一路"能源联盟计划的一部分。而现在呢，俄罗斯的舰队也来到了古巴，现在美国是不是有一点紧张了呢？俄罗斯4个军舰抵达古巴哈瓦那，距离美军基地只有160公里。俄罗斯海军3艘巡防舰跟1艘核动力潜舰12号抵达了古巴的哈瓦那港，古巴还甚至鸣了21声的鸣炮来以示欢迎。那么美利坚大学教授就说了，这次的来访不是例行，更是普京要提醒美国总统拜登，俄国还是可以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来挑战美国。一艘携带射程1000海里的飞弹俄潜舰现在就在东岸，美国现在排除3舰1机紧盯。6月11号，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巡防舰跟克山号潜舰在大西洋测试射程超过350英里的反舰导弹。美国紧盯提防，派出3艘飞弹驱逐舰跟1架 P8A 的海神反潜机来监视。俄罗斯扩大战术的核武演习，现在的范围已经从北冰洋延伸到黑海去了。俄罗斯呢表示将开展第2阶段的战术核武的演习，这一次呢范围很大，与北约成员国像是挪威、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接壤的军区与海军都有相关的科目。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金砖运动会？因为它跟奥运没有重叠嘛，所以这个坦白讲，如果你国家不缺这个钱那顺便捧场俄罗斯，也算是在奥运前的一个练习啦。当然，那个金牌选手会不会去，我不确定因为奥运选手不一定会参加这种没有积分的比赛啦这个算是邀请赛吧。但是新秀也许有可能当然了，可是真正要夺7月奥运的选手不会轻易去浪费你的体力啦因为他要在自己的国家练嘛可是从这里也看出，全球南方俄罗斯跟中国确实已经握住了蛮多国家的力量了所以因为这个就是视为俄罗斯的外交看你能够结合多少国家嘛那当然这个制裁俄罗斯的那48国大概都不会参加了
啊，因为也不好做人大概是这样啦。所以，可是你也看出了，制裁愿意积极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也就是48国啊。那其他国家大部分都不想表态啦，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也没有。对啦，就是所以就有可能去啦，就是大家维持个关系嘛啊。那至于这个俄罗斯这么决绝的不再使用美元跟欧元那就意味着他今年金砖会议的轮值主席，这个就是他的主要议题了。他就是要把非美元的支付机制，那一定要落实，一定要通过了。这里就展现出他的决心了那今年我估计啦，包括中国的 CIPS 啦、印度啦、伊朗啦等等，他们各自发展的支付机制都会丢进来，那做一个大整合所以这个未来这个金砖国家的本币交易应该会成为主流啦那不过就是说有些国家本币没有人要嘛比如说伊索比亚的币你敢要吗？所以可能就要用第三方的替代货币，那个货币很可能就是人民币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对美元当然是一个冲击啦，因为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本币互换已经超过美元了，已经超过了，第一次超过那这个一定会成为金砖国家的大趋势。那金砖国家在全世界的贸易占比 GDP 的占比一定会越来越高，那所以美元在全球贸易的占比会一直下降不过这不是说美元就不行了啦，因为货币有很多功能贸易只是其中之一那美元作为投资货币还是遥遥领先包括股市啦、外汇啦、期货啦，这个没有选择啦。我说实在话，这个因为人民币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货币，所以投资货币的部分，因为美国本来就是金融帝国嘛，所以投资货币还是会以美元为主可是因为贸易货币的需求变少，所以很多国家它央行所必须要掌握的美元的数量就会降低所以这个一定会联动到全球的金融秩序啦。坦白讲，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所以可能要观察1-2年才看出那整个趋势了那你从俄罗斯可以去古巴搞演习你也看出俄罗斯还是有传统的一些军事政治上的盟友啦。那毕竟还是帝国啦，他跟中国真的不一样他的筹码就是军事，所以他勇于出手啦，人狠话不多，直接出手这样那中国大陆都很谨慎，你不觉得吗？因为中国大陆就是贸易大国、工业大国，那他希望与人为善嘛，对，所以他就比较谨慎可是在有些地方就会看到他有点这样，在那边犹豫不决啦。那俄罗斯没跟你搞这一套的，战斗民族，他就直接出手了因为他的筹码就是军事，所以他勇于出手那美国就必须要看要怎么对付他那有时候美国就觉得说，哎呀，这里没必要跟他对抗，那可能就会选择让步就是这个每一个国家的筹码都不一样啦。那中国的筹码显然还是经贸啦、基建啦、工业啦这一方面，可是政治军事，我认为他一直都比较谨慎不然如果以俄罗斯的脾气像菲律宾这种闹你1年他早就一拳揍过去了所以你从这里就对比出中国跟俄罗斯真的不一样。那我们来问一下张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认为那个金砖国家这个在货币上对美元霸权的撼动是有限的，它将来可能会有金砖这个货币更它的占比会更大，会扩大，但是能够取代美元霸权的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问题在经济，因为这些金砖国家你不管俄罗斯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印度，也包含南非、包含巴西，你要注意看他们是土地大国跟人口大国。那人口大国，我们知道人口大国就有人口红利，每个人多1块钱就多14亿。印度，那中国大陆每个人多1块也多了14亿，就是它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可取代。因为这个 G7 的先进工业国家毕竟人少，那人少的话，那这样的话，它所能够人口红利就相对有限，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市场你人口多后市场就大，
那市场大，需求量就大，大家来做生意嘛，变成这个。所以金砖国家它这个，我认为它将来取代这个 G7 的这种，我认为不要小看，它有这方面的潜力。那第三，除了这个人口红利之外，还有它的市场大，另外不要忘了它发展空间大。因为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他们都到天花板，说国民所得太高到天花板，所成长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问题是，开发中国家它还离天花板还很远，它的成长空间是很快，它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尤其是印度，印度到现在为止才3000块美元，那它的成长空间太大了。问题是它将来的发展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会取代 G7 这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不是在货币问题，是在经济问题。而且金砖货币的人口将来会占世界的2/3，那加2/3，你看看，那只有2/3，其他1/3把这个 G7 减掉，那剩下的更少了。所以我认为金砖国家的经济体，将来如果一旦扩大跟成型，跟它这个扩展之后，它对在世界上扮演的金角色会更重。因为我们来看这个俄罗斯跟这个古巴，像现在的我认为3个含义。第一个，它要做战略牵制，它也跟古巴那边以前有朱罗湾古巴事件、朱罗湾古巴危机很清楚的。那现在俄罗斯也就在美国佛罗里达那么近，古巴这边部署这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甚至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可以到那边进驻，那会造成美国战略预测的压力。你到我家门口来，那这样我的预警时间跟战略的这个缓冲的空间是非常有限，因为就在古巴外面啊，会变成这个状况。那第二个，我认为它这个是那个俄罗斯有时候没有做我们讲到的飞弹试射，反舰飞弹试射或者舰队地的飞弹试射，有时候战略飞弹试射，他经常做这些试射是给美国看的，不是给乌克兰看的啦，他是给美国看嘛。他战略飞弹射试是给谁看？给美国看嘛。你美国如果这个在乌克兰这一方面没有就踩到红线，就是说可能对越境攻击还是怎么样，他会出手哦，因为他现在做这些飞弹射击哦，就这方面的有告警的意涵在里面。第三个，我认为就是他核武的展示，有事没事在白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在那边做核武展示，有事没事的话，他就讲出不排除会大家这个如果对乌克兰战争有所干预的话，他可能会出手哦，他可能会用核武。有时候有事没事就放这个话，那换句话说，我认为俄罗斯放这个话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核武是不能开玩笑的。核武一旦发射，一旦这个发挥核武打击的话，一发不可收拾。那他有放话，而有一些类似相关的动作，我认为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呢，他是在加强底气，然后把他的红线踩到红线所谓做的动作，他先展现出来。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教授，你怎么看？尤其是最近俄罗斯的动作似乎是越来越大了。对，这一次俄罗斯北方舰队4艘船这个造访古巴的确是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次有4艘船，1艘是飞弹巡防舰，1艘是核动力潜舰，那有2艘是后勤支援舰艇，包括拖船，也包括所谓的这个油料的这个补给舰。那我觉得还是比较是政治象征意义比较大啦，就是说，当然，因为我们都知道美俄大概没有办法把它放在同一个这个天平上因为美国是传统的海权大国，俄罗斯的海军虽然强但是跟美国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一次，因为它非常接近美国佛罗里达州，那等于是在美国的后院，所以美国等于是我要展现我有能力在美国的眼皮底下，我做这样的一个造访，跟一路上的一些军事的演训，我觉得还是政治象征意义比较大。那美国的公开讲法是说，他不认为这样的举动对美国造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其实从头到尾可以看到，美国跟加拿大还是严密的监控这整个俄罗斯这个舰队的一个动向了那我为什么说这还是比较罕见因为苏联是在1991年解体，第一次有俄罗斯的舰队，也是北方舰队造访古巴是2008年，已经是17年之后，所以类似这样的举动其实比较不寻常。当时是只有2艘船，1艘是一样是这个水面的作战舰，另外1艘也是所谓的这个后勤舰艇，2艘。那这一次规模比较大，我觉得还是他希望能够展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力量，说
我有能力可以做牵制，我有能力可以在美国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有这样的军事举措。那实际的军事意义，我觉得就可能没有这么的强因为美国高度的关切，但是应该不至于对美国有实质的一个影响。那最后很简单，就是这个金砖了金砖我觉得现在里面有3个要角：俄罗斯、中国、印度，3国都在讲这个全球南方都一样。所以重点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能够跟美国分庭抗礼。这次因为是先举行的是在俄罗斯举行的外长会议，要为了年底10月份的这个领导人峰会铺路。我们看王毅讲什么？王毅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说这是个大金砖。因为为什么讲大金砖？金砖从4国、5国到今年变10国，还有他这一次的这个外长会议里面，叫做金砖 Plus， 还跟12个国家就是跟对金砖有兴趣的发展中国家举行那种集体或者个别的会晤。王毅的意思大概是说大金砖是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小团体冷战的氛围、小圈圈，他是这样的讲法。但是我觉得实务上来说对于俄罗斯、对印度、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平台，因为金砖代表的就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还有所谓的新兴市场。那中国大陆刻意强调它是开放包容，那其实就是一个对美国为主的，尤其是拜登任内在这几年在做的一些，包括 Quad、AUKUS 做的一个反制的作为。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带您来看看的是亚洲局势的部分，尤其是最近呢，解放军是不是要给日本跟菲律宾一些警告呢？安田文雄前往7国首脑峰会，准备表达立场，反对中国大陆在钓鱼岛跟南海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呢 ，G7 的会议在6月13号来开幕了。共同社说，安田文雄有意反对驶入钓鱼岛周边领海，甚至在南海妨碍菲律宾船只等中方行为的态度。那么，美国盟友海军也在太平洋追踪中国军舰。日方表示呢，中国的海军金州号还有这个巢湖号在日本的西南部，那么在以东的大概55英里处被发现，约2个小时后，竟然在同一个海域呢，又发现了这个湘潭号和太原号组成的第2支舰队。你可以看到呢，他们就是连续发现了2艘。那么呢，现在配合海警3号令示威嘛，中国有3艘的万吨大驱南海6天5夜的实战化演训。6月15号呢，中国将实施海警3号令。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南部战区就宣布了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的组织3艘万吨大驱055咸阳舰、遵义舰跟延安舰等多型主战舰艇呢，要组成的一个训练编队，要到南海的某一个海域里面去展开6天5夜跨昼夜的长时实战化演训。你可以看到这3艘舰队都要来出发演训了。但是现在菲律宾指控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构成了一个生存的威胁。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直接跳出来讲，马尼拉其实是不寻求冲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东西被人非法夺走，或是被恶霸给夺走，我们也不会退缩。美国智库呢，则是表示，纵容中国在南海的行径，一定会赔上血泪的代价。前马来西亚首相就讲到了，最重要的是应该要避免跟中国爆发冲突。你们可以宣称你拥有南海主权，但是我们不用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开战。而现在美国智库的研究员就说了，默许中国在南海政策不能满足北京的野心，现在容忍中国意味着未来必须付出鲜血、汗水跟泪水等额外的惩罚性代价。只不过现在呢，大陆的军武似乎要转卖给东协国家了，转来转去，泰国还是买了中国S-26T 潜舰，金额只剩下原来的40%。泰国海军司令就讲到了，经过修改的中国 S-26T 潜舰采购案已经通过了最终的版本。顺利的话呢，泰国海军就可以在3年内收到了第1艘的潜舰，未来还可能再买1到2艘。但是现在有人就看到了印尼尤其是印尼现任的总统普拉博沃。他去年呢，在国际海事与航空展，他拿的呢这个模型也备受关注，因为它是中国052第1型外贸驱逐舰的模型来拍照，所以外界就想说，这个印尼接下来是不是
可能成为052第一型外贸驱逐舰的第一个出口国家呢？再来，现在美国是不是已经被大陆给卡住脖子了？怎么说？因为现在大陆要管制出口，美国的军工企业可能会受限。5月底呢，大陆商务部跟海关总署还有中央军委装备发展3部门联合发布了新一波的出口管制项目，而且其中的第4项就是这个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及它的制品，全球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属于美国不敢跟中国脱钩的稀缺物资。中国的年产量是3.35万吨，占全球大概41.35%的产量。它的应用面其实蛮广的，我们告诉大家它可以用在哪里呢？其实除了军用，各个像是这些防备军需，还有医用缝线、锂电池啊，都是它相关的零件。军工产业中各种的零件，像是传送带、沉轴、滚筒，都需要用到它。现在美国印太沙皇说，大陆决心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应该画出红线跟关切就好了。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说了，推翻中国的政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美方应该向盟友跟中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你只要把红线画好，表达关切就好，其实不用这么强硬。是不是因为现在被卡住脖子了，他希望寻求更和缓的关系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解放军最近的动作，是不是要给日菲警告？对，可是这个警告，这目前看起来也无解啦，因为事实上在钓鱼岛周边，大陆海警船大概已经连续去了100多天了吧？对，就每天都去了啊。所以你说这个要怎么弄呢？事实上，我现在看到了一个趋势啦，就是大陆可能要开始落实它的海警法，就是要学日本啊。这个日本现在就这样干啊。他所设定的他的所谓的主权的海域啊，那你如果闯入，他就扣人扣船，那人呢就送刑事法院。我们台湾市场有船长被判刑啊，然后就关在冲绳啊，然后船就给你扣住，叫你那个船东拿钱来赎啊，就警告你，你下次不要再来。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这个叫海上执法啦。那事实上，它既有的法律建制都已经做好了，比如说中国海警法啊，中国海警法事实上在2021年1月就已经通过了，只是它还没有落实到海上啊。那坦白说，你如果不用法律来执法，你很容易就变成军事事件嘛。那这个恐怕都不是双方所乐见了啊。那可是这个海上执法有时候也会硬碰硬啊，比如说。你碰到菲律宾可能没辙了啊。比如说仁爱礁，未来菲律宾如果跃入仁爱礁或黄岩岛或者先滨礁，我就抓你，我看你还敢不敢来。那船员就抓去关啊，可能关不长了，最多半年啊。那船你就来赎回啊，那你要用军事来抢吗？很难啊。可是对日本就很敏感了啊。因为中国跟日本都有一定的底气嘛，所以这个会不会变成军事事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菲律宾如果采取这样的扣人扣船的行动啊，那这个有没有牵动到美菲安保？那美国也会很头痛啊，因为理论上扣人扣船这个应该算是非军事的行动啊，因为它是海警船嘛。对啊，那因为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是全世界最大的啦，因为它海警船很多都是军舰改编的啊。比如说我们台湾最大的海警船4000吨就只有1艘，那其他3000吨是5艘啊。那中国大陆超过3000吨的海警船有71艘，而且它还有很多是6000吨以上，那还有2艘12000吨，所以你很难跟它对抗啊。所以最近才会传出一个消息，日本扬言说他也要开始做很大的海巡船所以我就是说，坦白讲，除了日本之外啦，其他国家要跟中国大陆抗拒它的海上执法真的不容易我认为台湾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不会对你做海上执法所以那至于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管制出口他现在把那个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纳入管制出口，
这个是一个新思维啊。因为这个不是高科技，而是你非用不可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聚合物。对，然后它占比41%，我就不卖你，我看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开始有一些新的思维了，因为他有很多产品占比都蛮高的，对，可是那个不是高科技，我就刁你啊，我看你怎么办。他就掐住他的军工企业的脖子就行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我们要请教一下张将军，你是怎么看最近的南海局势呢？我有南海问题的话，因为中国大陆随着它军力的上升，它会对这些主权争端，它会展现强势主权，然后寸土不让，它会这个哪边有主权争端，它就在哪里去练兵，到哪里去演习，变成了以演习给对方展现战略压力。因为他们就这么练了，而且是万吨大驱。中国大陆包含最后2艘，它总共有12艘的万吨大驱，万吨大驱刚好来做主编嘛，来做这个旗舰嘛，就在那边做演习。那万吨大驱在那边112套的这个垂发系统在那边，战力是很完整的，包含对空跟对海。那刚好有这个移动的这个海上的一个重要的要塞在那边做移动，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南海有这个争端，它就过去南海。同样的，在钓鱼台猎屿，它也过去。它现在变成组合训练，不是1艘，它2艘到3艘。毕竟它总共海军有350艘各型各类的这个飞弹驱逐舰、飞弹护卫舰、飞弹巡防舰，大小型350艘。那这样子的话，刚好变成一个特混舰队，到处去在那边做战力展示，或者是野营拉练，就在第一岛链跟在这南海这附近做一个战略的展示。第二个，我们来看它的 S-26T 的这些潜舰卖给泰国，这个从2017年就开始谈了。当然，泰国的态度是很摇摆、很犹豫。但是问题是，泰国的海军就是面对泰国湾，泰国湾不大，泰国湾大概3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但它水很浅，水的浅的深度大概就是58公尺，那最深80多公尺而已，那不适合潜舰在那边活动或者是作战。所以泰国在这一方面也就这个意兴阑珊，有点不想买。因为有点想要向美国买，但是最后面拍板第二也准备向中国大陆买一艘 S-26T， 它算是小型的潜舰，因为它只有1800公吨，算是小型，但是它有6个鱼雷发射管是这样的，当然还有2批备弹12个，那就加上6个就18个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泰国是为了什么？为了展现它海军的实力而已。真正的泰国湾不再适合潜舰活动，你要从泰国湾出来。那泰国湾出来，对跟泰国来讲。泰国的它的战略打击能力，它的地盘就在暹罗湾，就是泰国湾，它哪需要这些潜舰呢？变成它将来现在像中国大陆 S-26T 进来的这1800吨的这个潜舰，以后的后勤补保，这样子就要依赖中国大陆了。换句话说，它的军事跟中国大陆这边的互动就会更频密。那中国大陆除了完成它的军事上的资源之外，也会变成在政治上，在泰国也会深化跟扩大它的影响力。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来继续请教李教授。欢迎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要带大家来聊聊这国际局势。那么这节加入我们的来宾，包括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午安，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的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淡大战略所的教授李大中李教授，午安，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的是，这前几天大家都很关注的是大陆男子闯淡水河，现在英党也曝光了。当时的英党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喂，你好，我们是中华业这个渡船头这边的，从有从大陆过来的，开的小船过来，福建过来的，偷渡过来的，撞到我们的船，我们是有报警处理，警察是说叫你们海警过来处理这样。请问你那边是哪里？中华业渡船头这边，在淡水河这边，淡水河。
好，可以看到呢，当时打给海巡的音档现在也曝光了。那个业者是说我们有报警，但是警察叫我们跟你联络。那海巡还说，请问你是哪边？他说我们渡船头这边淡水河。有网友就听了就说，好像海巡都没有很紧张，对方都已经开快艇来了，海巡好像还很淡定这样子。那么还要带你看到的是，现在有人就说，这个中国前解放军官驾着快艇闯淡水河，现在国安局倒是蛮紧张的。他说不排除背后有组织，尽管国台办说这只是那个人的个人行为，台湾没有必要草木皆兵，但是国安局长蔡明彦就说了，不排除背后有组织、系统性的规划。国安局有注意到大陆的相关资讯，没有发现大规模的讯息操作。只不过大陆快艇现在直闯淡水，立委就质疑了，我们之前不是花了5亿的监控吗？那这个钱到底是花在哪里？怎么会被一个人给破防了？国防的召委马文君就说了，海巡署去年斥资5亿盖了一个环岛智慧型的暗记监控系统，却轻松的被人家突破防线，到底是设备的盲点还是人为的疏失，又或者是 SOP 已经被人家侦破了？海巡署不能只是说我惩处基层就没事了，就想要把这个海防监控不力的责任直接推脱掉。那么现在有人就说了，管碧玲曾经不是讲了增加海巡科技来辅助执勤吗？沈伯洋说，中国压力测试这个技术很重要，大家就睁大眼睛看了，这个技术是什么技术？沈伯洋说，中国其实一直有在做这方面的压力测试，需要一点先进的技术，但不一定是什么热显像，因为这一回这个管碧玲不是说需要热显像吗？他说如果有骚扰的状况，有没有第三方拍摄其实很重要，要把当下的状况给拍下来，才可以让人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是什么海上监控系统吗？结果呢，有网友就说不是啦，他讲的其实就是要有人用手机或者是用录影机拍下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录影机跟手机是高科技咯？那么现在台海的问题是不是美国爸爸要出手了呢？测试嘉山基地的防卫，解放军无人机已经首度逼近了花莲39里。国防部说，从这个上午6点为止，已经有23架的共机，7艘共舰，其中一辆无人机呢，还是直接绕过西域，直接过来南台湾这边绕过来，到了花莲的39里处，也是第一次有这么无人机近距离的来接触花莲。彭博就说了，中国锁定高雄酿台断气危机。中油说呢，但是他演习期间还是有2船到港。彭博报道呢，中国对台湾的战略策略可能已经改变了，从原本大家认为的武力攻台，现在可能转变为成像一个最简单、不耗成本，但是一样可以摧毁台湾经济、影响全球的战略。他说呢，中国不用封锁，他只要对台湾的港口进行锁定，就可以对台湾的经济带来重大挑战，也可以避免代价高昂的军事演习，以达到最终的目的。只不过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大陆最近的动作不断，尤其是福建舰。你可以看到呢，福建舰2次海事秀。海上大倒车，网友就热议了，为什么一路冒黑烟回港？我们要带你看看这个画面呢，这个福建舰呢是不断的冒出黑烟，那么呢，它2次试航实施急转弯 Z 字形的转向海上大倒车，展现极强的机动性。海事回港的时候一路冒黑烟，有网友就说，这会不会是魔法？为了隐身的需要，是特殊设计，可以在行驶当中防止被敌方的卫星查探。但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现在在环太军演之前，你可以发现新竹舰停泊在夏威夷，我国海巡署4000吨的海巡舰新竹舰被发现出现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港，那么停泊。由于环太军演26号就要登场了，所以当然就引发外界的讨论。海巡署也证实，新竹舰是执行太平洋的巡护任务。学者说，这代表台美海巡合作已经逐步落实了，大家要平常心看待。但现在练打陆2栖攻击舰美环太平洋军演火把要上场了。美军预定呢，环太平洋军演期间呢，要集成已退役的2艘攻击舰前塔拉瓦号，这也是呢近20年来美军首次使用它来当靶舰。解放军海军一直在迅速的扩大2栖攻击舰队，除了071型的舰队之外，还有已退役的
塔拉瓦级，相当于075型的舰。那么目前已经有3艘了，第4艘正在建造当中。而现在加拿大代表也证实，今年将有更多军舰通过台海，军舰到台海就是挑衅行为。现在中国驻加国大使就说了，如果呢加拿大军舰再出现在台海，中方将无法重启对话。但是中国恐吓并没有影响到加国军舰例行通过台海的计划。加国代表倪杰明说，今年应该至少有1艘军舰通过台海，而且预期还会更多。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大陆男子他就是开的快艇进入如无人之境，但是沈伯洋说要一个技术很重要，要有第三方拍摄。然后一个人来的啊，我不知道谁要拍摄。其实他这次来是对我们的那个海防的能力做了一个 test 嘛，这个才是重点嘛。因为基本上啊，那个我们事实上雷达上有秀出一个光点，那为什么海防兵会认为这个不重要，或者不是异常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登陆的小船蛮多的。哦，这个事实上，我们上次那个金门撞船事件，我们不是在指控大陆有三无船舶吗？对。那请问台湾有没有？这个不就是一个问题吗？就淡水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三无船舶啦？就你若有登陆，那我们的海巡署就会去设定一定的那个监控器嘛。对。那立刻就可以秀出那个船只的编号。那如果没有登陆，你就没办法了。可是因为太平常了，平常都有这个台湾版的三无船舶进出，所以呢，那个雷达兵啊，就看到那个光点，那大概是台湾的船吧。对。所以他就没有去在意视为警戒嘛。因为通常如果视为警戒啊，因为我认识一个海巡退伍的一个兵啊，他说他们会有船出去到那个，他有那个海巡哨去那边确认，看他长的样子，所以这2个动作都没做啊，就在雷达看到有一个光点，那他们不能辨识嘛，然后他就把它当作是台湾的小船嘛，对，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没有派人去海巡哨那边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船嘛，可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啦，他是因为在那个淡水的渡轮码头那边停船呢，事实上如果擦撞之后，他是直接往淡水河这样冲，请问到关渡大桥只要几分钟？因为他从淡水到台北，事实上真正的距离大概是22公里，那基本上他的登陆也没有人拦呐，那个船我看那个 size 5吨嘛，他可以载4个人，那他是1个人嘛，对，所以理论上船上可以放武器啊，所以你去想一想嘛，他如果往关渡方向冲，然后带弹药，对啊，那到台北实际上才要多久？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国安事件？做这样理解是合理的啦，那我们当然就要问，因为管碧玲他讲的那个所谓热显像那个，对，他这里根本没装，他花了将近4.8亿嘛，那他是装在宜兰的鼻头角，还有苗栗啊，那桃竹跟淡水都还没装，这表示什么？他们根本不认为这里会出事嘛。可是这个就是事情，就是常常这样啊，就在你料想不到的地方就出了状况，不出意外就会出意外，就是这样啊。所以，而且坦白讲，热显像仪也没有用啊，因为你就是看到它引擎发热有个红点，又怎样？你如果不能够确认那个船的是什么船啊，是不是也是三无船嘛？这个一个是编号的问题嘛，是有没有那个在电子上做定位嘛？所以我觉得未来恐怕是这样啊，就是你可不可以要求台湾所有的船都要登陆？这个其实很难哦，我跟你讲啊，因为据我了解，台湾这种船非常的多那这也不是管碧玲造成的啦，是历来海巡署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比如说要求台湾的船舶全部你都给我登陆不然请问海防如何做？所以他看到雷达一个点，他没有办法辨识嘛，那个用肉眼又看不到，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不觉得有一个必要派一个那个小艇过去看一下状况嘛，所以海巡哨并没有派船去啊，
那就一路进来了，就是这样啊。而且它基本上事实上它可以开得蛮快的啦。不过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它从福州有办法开到淡水吗？这有200多公里所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子母船啊，那个母船是在哪里啊？母船长得怎样啊？那如果是在台海中线附近，那我们也不知道啊。那这个就不是海巡署的事情了，是海军的事情了。所以我昨天讲这里是有好几个关的啦，结果你通通都未知啊，就这样啊。所以国防部可能也要来掌握这个部分。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将军，您怎么看呢？那是大陆的这个退役的海军少校驾的这个艇，从大陆过来，我认为他这个事件不单纯。为什么他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直接定位到淡水河口，没有迷失？他万一是飘到钓鱼台呢？万一是飘到大汉溪，或者是大甲溪，或者西罗河，那或者是我们讲的高屏溪都有可能。他刚好定向那个地方那么准。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他的经验是非常老辣的嘞。要不然的话，哪能够经过这个重重关卡？对。那我认为我们是不是要带着敌情来练兵？带着敌情，随时都会有状况啊，这不是就是状况吗？那上一次在金门的无人机在马山的喊话站在丢那个传单，统战宣传单也是一样啊。他说将来要丢粽子，那这样子是不是也带着敌情练兵？这个东西上面是装了什么东西？将来可不可能就装了手榴弹，或者是枪榴弹，或者是火箭弹从上面丢下来，或者迫击炮的炮弹都有可能。我认为要带着敌情练兵。现在一般来讲没有带着敌情练兵，两岸这一方面的交流之后，这些敌情都松懈了，所以就会大而化之。就把它看到，反正就平常事吧。第二件事没有带敌情练兵，第二件事就是有没有横向联系，海军也好，是不是看到了？那海巡署是不是又掌握到了？然后这些港巡，除了海巡署，它有海巡有岸巡，岸巡完毕之后，淡水港有港巡有警察，那有没有横向联系？它应该彼此通报，不是说各成一个，海军是海军，海巡是海巡，然后警察是警察。横向协调、横向管制、横向通报，我认为这很重要。有没有这样做到？没有做到，大家各行其事。海军是海军，海巡是海巡，警察是警察。那国安大家一推4、5、6，大哥推小弟就不管了。我认为这不行那这样的话，那这样没有带着敌情来这边来管制、来协调、来整个监控，那这样的话来回报，我认为这个是问题就大在这个地方。你这样子买再多好的装备，刚才这个亮哥讲的4亿8千万台币的这个监控系统，你买再多也没有用，因为你缺的是联系，缺的是带着敌情，那你再有好的装备也没有用啊，聊备一格，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我认为你出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要这个非同小可，一个小小的一个5吨的这个艇，竟然能够渡大海，然后定位淡水河那么清楚，我认为案情不单纯。他虽然是个退役的，他还很清楚，我来投奔自由。哎呦，这投奔自由的这个名词好像是几十年没有再听到了，20-30年没有再听到，怎么会有这个就是说投奔自由呢？怎么会有这个状况？是不是先套好的讲好了，上去的时候你就讲投奔自由就是了嘛？是不是都有这些？大家先讲好，就变成这个状况。我认为不单纯，可能背后有些猫腻，有很大的猫腻在里面。再来，我们再看了这个共机啊，跑到这个无人机啊，跑到花莲外面了。对，那30就离那么近，39海里耶，那为什么就会跑到花莲去？对的，花莲是有加山。我认为这样子哦，我们的军事的部署哦，因为中共机啊，还有无人机一直在那边飞啊，我们的军事部署透明化了，完全被中国大陆掌握，因为他天天来，天天看，天天比对，天天研究，你有没有什么变动，有没有什么部署的调整啊？那部署多少兵力，有多少飞机，有多少训练，有多少起降，他都在那边巡，变成我们的军事的部署被中国大陆完全就掌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打仗打情报，如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都被他掌握了，那怎么办？第二件事啊，它就是心理战。那慢慢习惯了，那我们也不以为怪，习以为常，那这个状况就大了。那而且我们先底牌，在12海里，我们在12海里会自卫反击，那12海里之外就不会自卫反击哦，所以它靠近，它将来就贴近到12海里。为什么？12海里之外是它不会自卫反击嘛？那变成这个状况，我们底牌先太早，然后没有应变措施还没有做好，我们就先底牌了，让中共在这方面一下就靠近，一下迫近到台湾，迫近到花莲，迫近到我们战略要塞。我认为这个我们要很审慎，
尤其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啊，慎思明辨，然后这个不要轻易的把我们的底牌掀出来才是对的。好，我们来问一下，那李教授你又是怎么看呢？对，我想啊，除了这一次淡水中共快艇的这个事件之外，还有刚才将军所说的攻击的这个逼近给台湾很大压力。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前2天的大新闻我们的海巡的新竹舰是停靠在这夏威夷。那当然，根据目前政府海巡署的一个讲法是说，这是一个寻常的作业了，因为在执行的是公海渔业这个中西大平洋的一个这个制式化的一个巡护的任务每一年大概都有2、3次。但是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从官方的讲法里面可以发现，平常当中还是有不寻常之处，主要是停靠的地点是夏威夷因为上一次已经是2011年停靠夏威夷，那已经是13年前。那查了一下上一次2011年的时候，我们是海巡的巡护1号、7号跟2号船执行3次任务这是在官方文件里面所披露的。总共的航程是48000海里，而且停的不只是夏威夷，也停了斐济。而且在这个任务当中，其实为了配合国际间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执行对我们自己国籍船的一个临检的一个任务，大概有检查了50几艘船。但这一次是夏威夷，那还是比较特别因为13年来应该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还是透露一些美国可能在海巡的合作跟这个领域里面给台湾比较多的一个弹性。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跟5月底的这环太平洋军演可能还是并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因为我们回忆一下过去几年当中大概几乎每一年都在吵这样的话题，因为环太平洋军演是2年一度，对，从1971年开始，1974年之后是2年一次。那每一次在这个国会的，我们应该有印象，每一年国会的这个授权法案里面，国防授权法里面都会有国会议员提出建议，要求行政部门让台湾能够参加。那我印象中前几年我们政府有时候也会比较乐观的一些回应了，就是说几乎就是临门一脚，但临门一脚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差那么临门一脚，还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议题是比较敏感的。那虽然现在台美关系很密切，但是主要涉及到是多边的，就是不是只有美国，而是多边的，像这一次29个国家参与，而且议题是相对敏感的，军事演习的确是因为它是公开，对，那个方面台湾还是会面临到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还是会罩在那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也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中国大陆的参与有没有参加过？有2次，2014年、2016年都是在奥巴马第2任期任内，美国是邀请，而且去中国大陆去，而且是浩浩荡荡去。第一次2014年是4艘船，第2次是5艘船，但是2018年因为美中关系不好，对，川普任内因为南海议题，所以取消了邀请，所以也是一个反映出美中关系跟台美关系一个消长。